反正明天阁老会和胡大人一起去见皇上，有什么心里话，到时再说也不迟吧。多承美意。如果方便的话，请你转告阁老。有些话，明天再说，恐怕就晚了。其政问问，其民纯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停！你说，皇上说这段话是不是在哪儿听到了？会提盐田的风声？应该不知道。浙江各级衙门都是我们的人，织造局市舶司那边都是吕公公的人，他们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肯定不敢露出半点风声。别的人不知道内情，又没有证据，谁也不敢闻风传事。那皇上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皇上要是起疑，也一定是胡宗宪那条线捅上去的。胡宗宪就是和那谭纶从淳安县回来之后抓的马宁远。马宁远这份供词，没准谭纶就会知道，他知道了就一定会告诉誉王。皇上真要是听到什么风声，一定是从这条线捅出来的。胡汝珍平生谨慎，就是审马宁远也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更不会把供状给谭纶看。爹，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老还这么信他？汝珍是我一手带着他走过来的，他的为人我比你们清楚。再说，皇上真是从誉王那儿知道了这事，那个徐阶高公张居正不会不知道，更不会没动作。一切等汝珍来了，一问就明白了。这个时辰他也该到了。去看看，问问门房，他一到立刻领他来见我。我刚问的门房没来。爹，这事情都昭然若揭了，你老就不要心存旧念了，好不好？胡宗宪他不会来了。誊录好了吗？啊，都誊录好了。好，老头还在等着胡宗宪呢，你们俩过去陪他，我去贤良祠跟他摊牌。是。这个时候只能以静观变。皇上公然点名叫谭纶一起进京，是已经把账算在我们头上了。在王爷见皇上以前，不能见谭纶。不见正是人有心虚。谭纶本是王爷府的詹事，进了京没有不见的道理。再说，王爷是朝野皆知的皇储，出了这么大的事，关心国事才是应有的态度。关心也不在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见了谭伦，明天皇上问起说了些什么，王爷如何回答呀？该怎么回答就怎么回答。张居正说的是政论。王爷，今天晚上应该见谭伦，最好让冯保去叫他来。父子一体，没有什么应该瞒的。惭愧，我们的见识反而不及王妃。让冯保去，确是高招啊。传冯保，小阁老，我这里没有什么马宁远、毁堤淹田的供状。好，没有就好。不过即使有，也不过将我们父子罢官革职坐牢。但不要忘了，自古来是二主者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再说了，把我们赶下来，内阁那几把椅子也轮不到你来坐。看样子，你是执意要将那份供状交给誉王，作为改换门庭的见面礼了。你可以用这个心思夺天下人，但不可以用这个心思夺胡宗宪。还有，阁老81岁了，你可以不念及天下苍生，但不应该不念自己的白发老父。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大明朝2京13省是在我的肩上担着，天下苍生这几个字，还轮不到你来说。我只问你一句话：在浙江推行改道为桑的国策，你到底是施行还是不施行？施行不施行，我在奏书里已经说过了。这么说，你已经是铁了心了。这一仗是替我父亲打的，该打。这一仗是我自己赏我自己的。我们父子俩怎么都瞎了眼，派了你这么个人到那么重要的地方去做封疆大吏。这个封疆大吏，我早就不想做了。你可以奏请皇上，立刻革了我。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请小阁老直言。那好，辞呈我已经带你拟好了，你自己照着抄吧。禀主子，奴婢已经把谭伦谭大人请来了。叫他进来吧。是，谭大人请。臣谭伦叩见王爷。起来吧。谢王爷。站着。主子，今天晚上我放你的假，你回宫一趟吧。主子，奴婢回宫干什么呀？去告诉吕公公，就说今晚我召见了谭伦。主子，奴婢可不敢干这样的事儿。怎样的事啊？天下无私事，
我是皇上的亲生儿子，我的事都是大明的事。叫你去你就去，听到没有？奴婢遵旨。报更了吗？是，初更了，老爷。胡宗宪不会来了。茂庆，你那天说人心似什么来着？人心似水。水是往低处走的，人心总是高了还想高啊。明天卯时就要进宫，您老还是歇会儿吧。不睡了，就在这里做更待朝吧。臣胡宗宪拜见誉王。你辛苦了。属下胡宗宪叩见阁老。阁老，别说了，觐见皇上吧。是。一个四品的知府，一个四品的河道监管，2个科甲正途的知县，你举手就杀了，好气魄！回皇上，以大明律法检主修河道的官员，河堤失修酿成灾害，等同丢城弃地。臣身为浙直总督，挂兵部尚书衔，奉王命齐派，可就地正法。可不可以先奏请朝廷，然后依律正法？回皇上，当然也可以。这就有文章了。在朕的记忆里，你是个谨慎的人啊。可这一次不但先斩后奏，而且杀的既有小阁老的人，也有吕公公的人。怎么，你就不怕他们给你小鞋穿？回皇上的话，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明朝所有的官员都是朝廷的人。
朝廷，也就是几座宫殿、几座衙门，饭还是要分锅吃的。翼王，儿臣在。年初你跟朕说，你府里那个做詹事的谭伦是个人才，想把他放到浙江去历练历练，历练的如何？回父皇的话，谭伦开始去是在胡宗宪总督署做参军，现在在戚继光的营里帮着谋划军事，时日不久，谈不上什么建树。有建树也不一定非要在阵前斩将夺旗，敢为天下先还不是有建树？吾有三德：也慈，也俭，也不敢为天下先。回皇上，臣本朽木之才，蒙皇上不弃，委以封将之重任。但既为封将，则臣一切之所为，除了听皇上的、听朝廷的，绝不听他人指使，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左右臣之本意。至于此次未能推行改道为桑之国策，又在臣之任地发了这么大的水灾，一切罪责归根结源，都是臣一人之过，更与他人无关。这是臣请求革职的辞呈，请皇上圣准。主子，听到没有？胡宗宪在为谭伦开脱呢。你起来吧。是。真像你说的那样，何敌世修等同丢城弃地，且扰乱了朝廷改道为桑的国策。如果要治你的罪，革职就完了。雷霆雨露，莫非天恩，请皇上圣裁。我再问你，新安江河堤是去年刚刚修好的，花了朝廷250万两银子，一场大水便堤塌成灾。事先你就没有一点觉察吗？臣也曾巡视过河堤，但未发现隐患，是臣失察之罪。只是失察吗？是不是河堤失修？臣这里有新安江河道总管马宁远和协办官员常伯熙、张之良3人之供状，请皇上圣察。
严阁老，李发，奴婢在。你知道这份供状里的写的都是些什么吗？奴婢不知道。那朕就告诉你，写的都是河堤失修的详情。去，把它送给严阁老去看看。是。阁老，阁老，供状皇上已经预览了，写的都是河堤失修的详情，皇上让您也看看。皇上，臣老迈眼花，字太小，看不清了。那就拿回去，给内阁的人都看一看。是。还有一样，胡宗宪的辞呈，他自己提出请朝廷开他的缺。阁老，你认为要不要准如所请？做出之恩，皆出自上，非臣等可以智慧。你这话言不由衷。胡宗宪任兵部尚书，后来放浙直总督兼浙江的巡抚，都是你向朕举荐的吗？什么时候用人罢人都是朕一个人说了算了？当时阁老举荐臣，皇上重用臣，都是希望臣能在浙江上不孤恩，下能安民。现在臣在浙江左支右绌，是与封疆不相符，请皇上革去臣职。你这是想撂挑子了？臣不敢。敢不敢，朕也不会让你撂挑子。只任浙直总督一职，这样，他既能够把握大局，又能够多出心思用在脚窝上。今年海上的商路必须要打通，制造局50万匹丝绸的生意一定要做成。这些事情责成胡宗宪尽力去办。和改道为桑的事儿，你们下去后，让胡宗宪和内阁的人好好议个法子。两难若能两顾，总是好事。是。胡宗宪，你都听见了？回皇上，臣遵旨。
朕知道你们难。朕也难。好，我们就都勉为其难吧。尽兴王室是臣等之职。那个谭伦，该历练还让他在浙江历练，击鼓卖糖，各干各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主子，该进丹了。这个胡宗宪，他到底是哪路神仙？居然把我们都绕进去了。没有人能把皇上绕进去。胡宗宪是被夹住了，他左右为难。是啊。真是苦了他了。苦日子还在后头呢。燕阁老那边肯定不会再认他了。以他的为人，他不会再投靠徐阶、高拱、张居正他们。浙江不能乱，改道为桑的国策还得推行。唉。两头都不买他的账，不难死，也得愁死。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叫窝要靠他，辅助百姓不造反也要靠他，不能让他累死，更不能让他愁死。国库没有银子，让严世蕃他们弄去。1两银子12钱归国库，4钱归他们，朕认了。10钱归国库，6钱归他们，朕也认了。要是他们还想再坐牢，连个胡宗宪都不能容。逼犯了东南，朕也就不能再容他们。是。要看住他们，可惜是人太少了。誉王派到胡宗宪身边的那个谭伦要保，暗地里传个话给誉王：徐阶、高拱、张居正，如果再奏请什么人到浙江去，一律批红照准。是。还有高奏杨金水，以后宫里不要再为难胡宗宪。奴婢明白。乖，我们去找父王啊！大半，快点儿！哎，来了。哎，世子爷，真乖。哟，张师傅来了。抱着吧。是。世子爷。走吧。哎，来，世子爷。王爷，内阁的会议完了。王爷，一切在御前就已成定局，这个会议与不议，结果都是一样。那胡宗宪请求朝廷给浙江拨粮赈灾，
总该答应他吧？总得有个道理吧？还要什么道理？他们就是想让浙支那些丝绸大户就地拿粮食，把受灾百姓的田都兼并了去，还美其名曰以改兼赈，两难自解。你们呢？总得说话吧？徐阁老和高拱呢？胡宗宪不死心，跟着徐阁老和高拱又去了户部。他还是想户部给浙江调些粮去。户部能不能给他调些粮？户部是不能给他调粮的。王爷，说句您不一定爱听的话，能调，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给他调了。这话什么意思？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到了这个时候，臣等的意思也该让王爷明白了。严党把持朝政20多年，其实早已是土崩鱼烂，之所以能够维持，完全是逢迎圣意。宫中需求无厌，他们又层层摊拨，所以才落下这么大的亏空。王爷本该知道，这一次他们想在浙江改稻为桑，其实是为了补亏空才想出的法子。但这么大的事，连胡宗宪都知道，1年之内绝不可实行。可他们等不得，底下的人又认准了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所以才干出了毁堤淹田这般伤天害理的事情。反正是剜的老百姓的肉，其实也是剜我大明朝的肉来补他们的疮。这么明白的事，朝廷上下竟然视若无睹。好不容易出了个胡宗宪，苦心孤诣的出来说话，这也是为了他们好。可他们却视若仇仇，连一个胡宗宪都容不下，可见他们的气数要尽了。王爷，长痛不如短痛，这次干脆就让浙江乱了，就当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这个脓疮就到了该挤的时候了。徐阁老和高拱都是这么看吗？这是臣等一致的看法。子立啊，你怎么想？是大谋略，只是苦了浙江的百姓。王妃，郑义士呢？你又抱着世子出来干什么？不干什么，就让你抱抱世子。到底要干什么？就想问问王爷，你现在有几个儿子？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臣妾要王爷答我这句话。明知故问，谁不知道我就这一个儿子？那臣妾斗胆要说了，王爷这话又对又不对。你们刚才说的话，我在里面都听到了。大势所然，有些事情本不是一时就能办好的，但是有一条，永远都不能忘了。我大明的江山社稷，王爷是皇储，接下来王爷手里抱的世子是皇储。念在这一条，你们也得往远处想，要给王爷和世子留一个得民心的天下。我刚才说王爷说的对，指的就是这个；冒昧说王爷说的不对，指的也是这个。王爷是皇储，也就是将来的皇帝。大明朝所有的百姓都是你的子民，将来还是世子的子民。哪有看着子民受难，君父却袖手旁观的？胡宗宪尚且知道爱护自己认地的百姓，王爷，还有你们，难道连个胡宗宪也不如吗？大明朝不是他们严家的大明朝，更不是他们底下那些贪官豪强的大明朝。他们可以鱼肉百姓，王爷，
还有你们这些忠臣，你们不能视若无睹。天地有正气，王妃的政论让臣等惭愧。浙江的大局确实已经无法挽回，但对那些受灾的百姓，臣等确实应该争一分是一分。民心不可失啊！来，王爷，我来。乖。自立，你在浙江有些日子了，你想想，怎么样才能帮着胡宗宪，让那些受灾的百姓少点苦难？我能帮的也就一条，尽力让官府和那些丝绸大户不要借着灾情把百姓们的土地都贱买了去。但这就必须要有粮食让他们度过灾年。臣在来京的时候曾和胡宗宪商议过，万一朝廷调不出粮食，臣就陪他到江苏去找赵贞吉借粮。这个法子可行。赵贞吉是江苏巡抚，跟胡宗宪有深交，找他借些粮，应该能借到。可就算能借些粮，也不一定能阻止那些人兼并土地。现在胡宗宪不再兼任浙江巡抚了，民事归郑必昌管。要是新任的杭州知府和淳安建德的知县仍是他们的人，恐怕有粮也到不了老百姓手里。新任杭州知府是谁？他们早定了，是严世蕃的门生，翰林院的编修高翰文。高翰文是不是上一科的探花？那个以理学后进自居的高翰文？是这个人。用他，也可见严党那些人费了心思。这个人写了几篇理学的文章，在朝野有些影响，也没有什么攀附劣迹。这一次的“以改兼朕，两难自解”这8个字，就是他想出来的。内阁议事的时候，严世蕃和他那些同党把这个人都捧上了天。这支笔，笔杆是程祖爷派郑和下西洋带回的犀角做的，这之后便没有这么大的犀角。笔套很平常，蓝田玉雕的，取个口彩而已。难得的是，这笔毫是嘉靖30年云南的土司套了一只通体红色的黄鼠狼的鼠尾做的，哈哈哈。很多人看了都说这是1000年也难遇到的一只啊。高大人，这支笔送给你，可不是让你写字的。师弟书香人家，传个代吧。啊，这还有，这墨是宋朝的，米南宫的款，还有这砚，也是宋朝的，黄庭坚的款。这纸可是李清照燕子笺呢。好，拿回去自己慢慢看吧。哎，搁进来。恩师，这么贵重的东西，学生不敢收。我送的，你就收下。宝剑曾壮士，在我大明朝后晋的翰林里，能受用这套文房四宝的人可不多呀。这是小阁老对你的赏识，还不快收下？哎，罢了罢了，我们这些人也都该归隐山林了。这几样东西，
我向小阁老讨了多少回，他不给。现在呀，这美人一去，再无芳草喽。那罗大人现在就可以拿去。哎，可别！这浙江改道为桑的大事，我可干不了。1年之期，大功告成，我们呢还等着你用这4宝写节奏呢。恩师放心，2位大人放心。学生此去，1年之内，倘若不能替朝廷完成改道为桑的国策，就用这盒子里的笔墨写下自己的祭文。快起，快起！高大人，好好去，干好了好好回，朝廷还有重任等着你呢。拿着。恩师，在下就此别过了。他真能行？翰林院那种清苦毕竟难挨，储才养望本就是为了施展。他们这种人，火里水里，若是真能挣出来，便不枉此生。再说，这次让他去推行改道为桑的国策，倘若引起民变，这面对朝野也算有个遮挡。几人醉卧，几人醒，几人一梦。
是看海阔天晴，其作是看海。